末日时钟警告，2024年或许是人类最接近末日的时刻，这是世界科学家联合发出的警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末日时钟又是什么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其实末日时钟并没有什么神奇的魔力，它只是人们对危险系数进行展示的标志，是一个象征。通过指针距离午夜的远近，直观展现一年的危险情况。但我们千万不能小看它，它也并非哗众取宠的产物。该组织的总部位于芝加哥，是公益性质的非营利组织。他们会在每年年初更新一次末日时钟的指针，而参与指针参数设置的人也都非同一般。他们有核技术领域的专家，有气候生态领域的学者以及其他领域的大神，更是有至少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参与讨论。该组织对外界表示，他们之所以要做末日时钟，就是希望警醒世人。这就像是医生给病人做诊断，医生在给病人治病时，需要用仪器检测人体的各种数据，然后得到一个判断。而他们做的就是归纳地球上的危险因素，并给人们发出警告。如果人们不及时采取行动，接下来会有多大概率发生末日危机？该组织是在1947年成立，由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联合成立。当时成立末日时钟是为了警醒核武器来到的末日威胁。他们在讨论出结果后，会将内容发布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，其中的内容包括指针的远近，还有世界在新一年将要面对的各种威胁。在历史上，末日时钟曾多次做出末日警示，比如1949年苏联原子弹试爆成功后，末日时钟的指针距离午夜仅3分钟；1953年美苏频繁开展核武器试验，指针距离午夜只有2分钟。然而如今的危险系数早已打破当时的记录。其实在2023年，末日时钟就已经打破记录，指针距离午夜仅有90秒。2023年不仅有俄乌战争，还有疫情的尾声，还有经济危机的累积，更是发生了巴以冲突等等问题。这些问题让人类危险系数迅速飙升，而到2024年，这一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，不加以改变，甚至可能会愈演愈烈。所以末日时钟的组织才会认为2024年将超越2023，继续刷新纪录，成为人类最接近末日的时刻。为什么2024年会这么危险呢？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战争。俄乌战争已经打了700多天，即将进入2周年。俄罗斯是全球唯二拥有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的国家，更何况在中东地区发生的巴以冲突，以色列也是拥核国家，两者的冲突还吸引了很多拥核国家下注。显然，不论是俄乌战争还是巴以冲突，都不会在短时间消除影响。如果再有新战争爆发，2024年将陷入巨大危机。不过，仅仅是战争还是无法刷新美苏冷战时期的指针记录。但2024年，人类所面对的还有很多更严重的威胁。2024年，末日时针离最后一刻只剩90秒，科学家警告人类不要自我毁灭。而此刻，人类偏偏正在往末日尽头狂奔。除了核危机，还有一大灾难正在发生。1945年，为了尽快结束2战，美国向日本投放了2颗原子弹，这巨大的杀伤力瞬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，连核武器的发明者奥本海默都为之后怕。他们担心原子弹滥用会引发世界末日，于是两人联合众多科学家一起创立了原子科学家公报，并通过末日时钟的方式展示给世人，用来提醒人们敬畏天地，不要自我毁灭。然而随着人类科技的日益强大，以及人类称霸地球所带来的优越感，让人们越来越失去对天地的敬畏之心，这也把人类带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，让2024年再次刷新纪录，成为距离世界末日最近的一年。究其原因，除了不断发生的战争以及随时可能遭遇的核威胁，另一大原因就是气候生态灾难。说气候生态灾难已经是老生常谈了，因为过去10几年气候灾难屡屡发生，几乎成为人类世界的常态。比如极端高温，不论是年平均气温还是局部地区的极端高温，都突破纪录，让热射病成为一种常见病，给人类造成巨大伤害。再比如野火频发，这也是极端高温所引发。对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种地广人稀的国家来说，野火灾难根本防不胜防。另外还有各种台风、暴雨和洪水，每年雨季都会准时报道，烈度越来越强，频率越来越高，造成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各种地震、火山爆发、海啸等自然灾害，在过去数年里也是屡见不鲜。这些都是气候变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，它正在向
像温水煮青蛙一样，在慢慢毁灭世界。在气候灾难之外，还有生态灾难。当今世界又在进入又一波物种大灭绝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生物灭绝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。虽然人类是世界的霸主，但人类终究是生态圈中的一员。如果其他生物都灭绝，人类最终也必将走向灭亡。再比如全球变暖这一问题，全球变暖会带来很多灾难。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两极融化，海平面上升，这将导致两极生物失去栖息地，而人类沿海城市也将被海水淹没。更何况在冰川和冻土层中还隐藏着远古的超级细菌，人类对它们没有任何了解。一旦它们进入人类社会，谁也无法保证能将其消灭。要知道，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就已经让人类蒙受巨大损失，人们又有什么底气去面对远古病毒呢？不过，气候生态灾难虽然严重，却不是立刻毁灭世界。眼下最为紧迫的威胁，可能还是人类的最新成果。2024年或将成为人类距离末日最近的一年。芝加哥大学末日时钟距离临界点仅剩90秒。在人类面临的3大危险中，到底是哪种威胁最为致命？人类还有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呢？2024年最为致命的威胁，第一，自然还是战争；第二，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人工智能。人工智能在近几年取得了巨大成就，尤其是在2023年，人工智能竟然已经产生了智慧和情绪，这是人们在使用 ChatGPT 时发现的问题。当人们和 ChatGPT 聊天时，它可能会给出负面的答案，甚至会引导人们的情绪做出危害他人的事情。更加恐怖的是， ChatGPT 的成长速度十分惊人，基于全球互联网信息的灌输， ChatGPT 每一刻都在学习和成长，人们根本无法掌握 ChatGPT 的成长方向。要知道，互联网已经和人类社会文明息息相关，在教育、工业、服务业，甚至是军事武器、超级实验室、航空航天等领域都全面接入网络。如果 ChatGPT 突破限制，将触手伸到这些领域，将带来很多无法预测的危险。或许有人会说， ChatGPT 再厉害也只能在虚拟中，一旦失去网络，人工智能就一无是处。但实际上，现代人工智能机器人也已经十分成熟。美国波士顿动力生产的机器人甚至已经可以实现跳跃、翻滚、倒立、跑酷、攀爬、避障等多种复杂动作。一旦人工智能的智慧和机器人的灵活行动力相结合，他们会发展到什么地步，没人敢打保票。当然，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的，所以我们必须正视问题，确保人工智能在可控范围内发展，这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。原子科学家公报已经将这些问题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人类，他们只是负责诊断病情的医生，他们没有能力改变世界。所以想要让末日时钟倒退，还需要更有能量的那群人类去努力。对于这一点，公报也曾提出自己的建议，那就是让世界最强的3个国家积极展开对话，通过对话合作的方式，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末日风险。只要全人类团结起来，往和平的方向努力，末日时钟才会远离午夜。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，希望能早日成真吧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